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长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直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我们今天这次来到宜兰，对，要来拜访2个小镇，是一个是圆山，一个是东山。这2个小镇最大的特色是，它们旁边都有水稻田。对，中部的水田我看过了，南部的水田呢我也看过了。我这次真的是很好奇，想看看南洋平原的水田。除了看这些水田以外，我们应该拜访一些老朋友。是。今天第一位要拜访的是赖庆松先生。哦，他是以前在主务联盟工作过，然后接着回到了他太太的娘家宜兰，来当农夫，办了著名的股东俱乐部。那我一直认为他是台湾未来农夫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指标人物。他跟你一样都是成大毕业的。对对是。好，那我们就进来吧。久仰很久，我们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是。那是2007年的时候的事情。对，2007年。那最近有作品吗？最近有啊，每年都有作品啊，都在田里面了。那事隔这么多年来了，那沧桑的结果如何？还好，还活着。我猜你大概是全台湾最会读书的、最爱看书的农夫。我应该是最爱买书的，还有最爱收书的。不过我们新生代的农夫，相对学历比较高，而且务农的动机也比较多元化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的阅读习惯是存在，就是勤耕与读啊。这句话很久了啊。照理说有耕就有读啊，而且宜兰可能读的时间跟耕的时间差不多一半一半。又要下雨下了，常常下雨啊。是吧？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从老农夫身上学习这一些耕作的这一些经验值哈，有时候他说不完全。这种传统的物件，你到尾要跟他细腻呢。他讲嘛，就安尼，哦，我谈真久啊，就安尼，足简单的，无使你读较熟书，就就安尼尔。哦，去顺出来看就知影啦。这是恁丈人因的产条，不，这嘛这棵是我的，我跟你讲的是隔壁那边。这是野姜花嘛，对不对？这野姜花，这个刻意种的啦。刻意种。因为其实以前野姜花是这一个村子的那种特产，以前他们会在这种野姜花下面哈。是抓水鸟、红冠水鸡啦、白腹秧鸡这种东西。你还是种啥？以前小孩子就是抓来玩、抓来吃啊。就跟你一样去抢树上的鸟蛋来吃一样。这是他们童年的回忆啊！我只是要让那个水鸟可以有再回来啊。然后恢复他们小时候的地景嘛。那样。哎呀，现在陆陆续续都出穗了，可能2、3天内就会开花。可是很有趣哦，我听这个老会在讲哦，他说这个水稻其实它是会等的啦。如果这段时间都在下雨，或者是说真的风都不来。他会等，不开花，所以他们说的故事很有趣哦。如果等了2、3天，真的憋不住，他有时候是会在晚上开花、碎花。我说，这个很妙了，这个生命跟生命之间是有，它有它的一些无言的密码嘞。听老伙仔讲故事真正足多啊，什么哇，古早这边就想去你家，因为迄个时阵做大水，这个一个乌毛牛牛，哇，个马车来到迄个时阵，这物件是安尼，哦哟吼。所以讲这真卡大嘛，是最出名的，就听这种乡野故事哈。其实听这些过去的这边在地人在讲他们的小时候的事情，你会觉得说他还是有感情，但是他可能不见得有什么方法或者是一些发想去做。我们是外来人嘛哈。对，反而会这个东西我完全能够知道。对。赖庆松是未来小农的指标人物。我们今天来到圆山乡，能够与他见面，我觉得我自己也充满了非常大的兴奋。听庆松说，在圆山还有一群菜鸟农民，他们成立了200甲集团，从事友善耕种。还有一个跟你一样来自台南的年轻人，叫做宪忠，他也非常关心生态议题。不过他的实验方式跟赖庆松又不太一样了。你这跟我那个7期、8期、从化区那个水田废弃一样，差不多啊。草长得比龙舟还多了，跟你这差不多。
那个收出来的稻米吃的感觉怎样？因为我是今年第1年种，所以我其实我的米目前都还没有收成。哦，真的啊？对，就差不多在2个月吧。你这正常的已经来看，一定摇头叹息。这里你涌泉、这就是我这块田的涌泉。有没有看到那个下尾在冒涌泉就冒出对，来？它是涌泉，它就从那边冒出来。但是它的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地下水。你这牛屎汁啊呢？是不是牛屎汁啊？你后边还买一个乌斑的啦，那叫做牛屎汁啊。鳝鱼跟河狸有哦。有发现过鳝鱼，对，好可是都小只，没有发现过。大概都是这种的啦哈。没有，我发现都这么大只而已。鳝鱼这么小，哪有这么小的？就鱼苗而已啊。那台南人吃什么？台南人的鳝鱼。他们真的是在清朝的时候是吃这边的鳝鱼的，所以重点是幌子哦。是，没有，就是说我在想操作的是用一种农法让惯行农夫可以接受，那可是它可以生态比较好的方式。小心这边有点沟。好。哦。我你家贵鸟真多呢，插贵鸟随便慢慢的让人去插。遐多。你这个长得很好哎。是，麦草长得很好。我很少看到田可以长得那个这么肥硕的。黑山美你知道哦？这张哦，这我唔知呢。这叫做尖瓣花。哦，尖瓣花。美容三宝。美容三宝它可以吃泡菜、水莲、尖瓣花。尖瓣花就像青菜、空心菜可以吃。我看你这里自然农法稻子种的不一定有人吃啊，尖瓣花可能会有人想要吃。你拿去那个什么，你的那个什么那个干妈点并没，被我好加哎。我的意思说，你这边其实菜很多了，刚刚贵鸟啦，啊个这种的哦，我感觉啊个鱼也食嘞吼，啊你都免出去外口啊。那你的田是我看过全台湾大概最难看的田，大概就是你的，应该它是物种很丰富啊。今天要来看跟中部、南部不一样的水田。完全就超乎我想象的，它整个高高低低，什么东西、什么货色都有，这个厉害。方位的田哦，通常水不会很多，对。可是这个水田不是，因为它是自然农法，它故意方位，可是它水还是很多的，水很多，所以它的植物种类就多很多。然后我们背后是座山，我觉得这种地方，根本就是一个自然生态博物馆。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会鼓励他。继续让它荒废下去，继续荒废下去。所以春秋5月的时候种了稻米，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画面了。对，哇哦，那我们带回来去哪里？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小间蔬菜啊，二手书店啦，二手书店，还有卖蔬菜的啦。你有带书吗？有。就是这间了，头前家。OK。200甲跟小间蔬菜。我是第一次来，久闻其名，终于到来。哦。轻松的太太，美红的那个手工豆腐我吃过，哇，真的很了解。然后蔬菜不少哎，这样子看起来是。哦。那像今天小路这边都有。老板娘。Hello， 传说中的显惠。传说中是，因为传说中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是台北人，然后嫁到台中，对，然后呢就发配到边疆来，对，很美丽的边疆。对，我很好奇怎么会有这些的转折。就我嫁给我先生嘛，就嫁鸡随鸡，然后我先生做了19年工程师，然后想要做友善农业，是，然后就跑来宜兰。对，那为什么会选择宜兰？反正我们当初是选2个地方，一个是云林，一个是宜兰。可是后来去了以后，对胖子而言，云林太热了。对，没有。好了，我们讲接梗了，你负责，喜欢你问。没有，我只注意到猫，整个心思都放到那里。我们隔壁还有2只要认养，可以拿出来换猫。那我可以带猫来让人家。不行，谢谢你，我这边很多了，有猫有狗。来带猫来换书，你应该是带书来换猫。来，这是。哇，谢谢，太好了。这是很多年前写的，野人献赋一下。谢谢。这是我带来的。三王马家书是我写给小朋友，写我儿子的，给儿子看的。哦，那我儿子可以看。所以我这本的价值应该会比虎城慢10。看你换什么换什么。谢谢。我真的是4色印刷哎。以后可以换这个东西哎。
这里是不是曾经有5颗蛋？对，刚刚你们来之前卖掉了。你看上面蛋的痕迹都还在，好可惜哦。跟那个画面还在。我本来想问的是这个东西，是，结果没有这看到。个菜是哪里来的？这个是我们这边一个那个附近那个种田很厉害的老农种，全部就是没有农药、没有化学肥料。好，来啊，好来，三星葱，这是原山葱，品种不一样还是说品种不一样？所以你要换这个是吧？没有，我只是也可以啊，但是对我来讲拍照比较重要，然后回去画画，然后再吃掉。可是鸡蛋没有了，这好像熟了就可以吃了嘛？可以啊，就可以换2个吃。玉米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再换其他的。真的？为什么我可以换再多换一点？因为你的书刚刚那个世界名著啊。来，所以你看这样子多好。对对对，你看我颜色来搭配，你会不要弄在玉米上。不错。好的，很好，很快乐就好了。小间在日本的意思是6个榻榻米的大小，对物欲最小化的意思。小村有小间，小小的幸福，它或许改变不了大环境，但它是在地农民生活共识的新结晶。光是这样，我就觉得很璀璨了。你在做什么？我就先吃。先吃啊。你大概有写了40本的书了嘛？差不多了嘛？那每一个都有累积一大堆卖不出去的。非常迷人的东西。这一段话也迷人。每次他们在初级的当天，都会开着这些自杀飞机，在圆山小学校的上空绕行3圈，表示怀念与感谢后才上路，然后就没有回来了。哦，真的是太感动了。你看早上大太阳，刚刚下了一阵雨，是，所以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变化莫测。对呀，现在来到这里是圆山乡这个双连皮，对，就是它是2个皮连在一起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是我来双连皮非常多次，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因为要去一个地方叫福山，对，福山植物园，然后会经过这里，但是每次经过都会到这里先下来看一下双连皮，为什么 ？OK， 因为双连皮是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在平地已经消失的物种，所以这里非常重要。所以呢，大概在1990年代的时候，是荒野协会他们就设法想要把这个地方做某一个形式的经营保育。你说有人会在这边看守这边的皮？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可以看他们说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哇哦！所以小心会滑。很漂亮。你现在要来带我们来这个地方，你主要让我们看什么东西？看台湾的国宝，很多台湾人不知道的国宝。现在是整个双连皮的水域。那我讲国宝，其实在正前方，有看到？就是这个福岛。福岛，每次讲福岛，人家都以为那个日本核电厂那个福岛，不是浮在水面上的，但它应该都是植物所构成来的，都是植物连接体，对不对？那蛮多像一开始水生植物了，那水生植物久了之后，越来越有候鸟上去，乌龟上去，青蛙上去，然后不止水生植物，连陆地上的植物都有。后来连树啊，连那些蕨类啊、藤蔓都有，比较珍稀的植物其实都在上面。真的。包括你现在看的，好像有树，对不对？对，那都是水色流。这个就是这个嘛，就旁边，这是目前的富裕区，这都是小孩子啊，那个老的都在上面啊。老的台湾有350几种本土水生植物嘛，这边占全台湾1/3。我记得那个全世界找不到第2个这么物种齐度这么高的地方。以前其实全世界最大福岛在日月潭啊，没有，日本人清掉嘛。那这个福岛的形成是怎么样子的？它有蛮多原因在的。你看现在草在现在它这样长，对不对？有时候台风来之后呢，整个草看越长越多到水面去，然后台风来被扯开到水中间去了，就小小一坨嘛，对不对？可是有地心风，它就会整个很多岛就纠结在一起，尬开的变成福岛，尬开，然后而且那个才小小而已哦，可是要大概800多年，甚至到1000多年，才会形成这么厚的。这个岛上现在有几座？2座、3座？以前更多，可是就是有被破坏过，所以目前只剩你现在看到左前方这边有一个比较厚的，是比较绿色的，
所以它目前不会动。那之前右边这块比较薄的，它是被台风吹到南边去，到那边，它过了1年又再被水流带回来。所以这个变化真的很大的，我没有想象是这样子。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宝级的湿地，我这边的丰富度，这边的物种奇异度，光是这个福岛，全台湾就这里有嘛。那我们去找资料，全世界听起来好像蛮多，好像4、5个，可是有的是人工的，什么秘鲁那迪迪科克湖嘛，然后东南亚可能有一些潮潭啊，那个台湾都有嘛，然后加点扣一扣，就大概只剩可能德国跟我们这边有。哎，那你上去过吗？哎，有，我们有上去过，做调查了。踩上去的感觉是怎样？上去有没有上过水床？有，就像那个一样。比如说2位都停在那边，然后我再跳上去，我这样跳上去，我们3个人就会这样晃。哦，那样。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太靠近的话，就会这样慢慢下沉。哦，你要刷稳，然后慢慢下。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换那个重心的位置就对了。对，不止哦，你可能还要减肥哦。我有生命的危险。他那民众可以上去。一般民众不行，因为其实在这个1000年以上的湖泊，它蛮危险的。将来这地恁希望是安怎？就是希望说生活生态跟生产都有，不能说只是官方设计，也要让民众嘛，当地的阿公阿妈，他们也希望说，我们想怎么发展，他们要加入。他来这边旅游，然后顺便在这边买他的菜。对，然后他的儿子孙子在这边工作，这样子的方式啊。OK， 好，都不同。给，不给。我的旅行里面是常常会遇到跟神风特工队有关的东西。对，我也是会有在跟日本历史在做研究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这些东西。那我今天到圆山基堡，这个地方以前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神风特工队当年的基堡啊。哦，对。那这个应该是耳机，不是我们戴的耳机哦，是那个钓鱼那个鱼饵的。它大概是空袭的时候，再把它推出去，让它来炸。炸它，消耗美军的炮弹，然后同时呢，也让他们误以为这边已经处理完毕了。你看过那个04战斗机没有？不对啊，我也看过宫崎骏那个影片啊。哎，那样是，因为那个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对，美国的军机是打不过04战斗机。我知道，所以04战斗机非常强。对，当然后来美国发明了另一种新的战机之后，对04就慢慢输个。是，不过很难以想象哈，在那个年代，然后这样子的18岁的、17岁的年轻人，然后就必须要踩上去，他根本不需要刹车，他直接就上去了，不用学会任何的降落的技巧，反正那天就一定是回不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感觉跟生命的一种的东西。不知道它里面会摆什么东西啊？里面应该有一些照片。哦，刚刚这个先交代一下整个彼此之间的道。年轻的时候，大概在18、19岁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自己会有一种对日军跟德军有某一种程度的同情。因为同情呢，其实是同情那些18岁的生命。然后呢，多少是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那么绚烂，然后悲壮的感觉。那还有一个感觉是更尬的一个情感，是因为很多神风特工队的当时出发的地点都是来自台湾。愿我像水晶粉碎石那样去得迅速洁白，愿我们像春日的樱花飘落的那样纯洁辉煌。伯父，我过几天就要出征了。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位高女的学生？因为我有些纪念品和信，想要托她帮我带回日本家乡，也想和她说说话，因为我也有一个妹妹在日本练高女。哦，真的是太感动了。对，遗言的力量就是非常强大，不需要什么修饰，非常迷人的东西。这一段话也迷人。每次他们在出击的当天，都会开着这些自杀飞机，在圆山小学校的上空绕行3圈，表示怀念与感谢后才上路，然后就没有回来了。哇塞，是每一个故事都像一首诗。对，把它字喷在那个
如此斑驳的水泥墙，还蛮有力量的啊，味道真好。咱会再去看牛啊，嘛去看米。啊，今晚下晡咱来这个碗盘博物馆。哎对，应该加班关系。对，而且听说它这个常见非常丰富。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精神真的很好。吃饱过去真卡那时阵吼，老个人阿妈阿公拢讲，哎，吃饱未，吃饱未。其实这4个字也代表着美食文化。也是。好，咱来看这。哦，这大概是装蛋炒饭的，才适合。咱早期的碗盘哦，好像是很喜欢画这样子的，年年有余或什么都画这种比较画这样子有趣的那种长相。你看嘛，因为缩小版就是这样子嘛。对。对，你要不要来看这里？看看。哇，这个吃拉面就很过瘾哈。对。现在当然碗也不错，可是就是没有这种古典的美感。它那个就沉甸甸的，然后那个壁厚，然后里面的图案就非常的古朴，真的是好有意思哦。我以前吃卤肉饭是因为为了讨碗去吃卤肉饭，并不是只是卤肉饭老师。你看，这里有一个写一个很有意思，士林的碗粿呢，你看到不？哦，有，这样就很有意思哈。是，对，这写起来好漂亮哦。对，这个图案我喜欢。这个碗也很有意思，狮子大饭店。老板一定是到处收了哈，宝树堂我都不知道这生活。我这里有看尾的，倒过来，这几碗摆在这里哈，是他们是因为破掉以后补了，对，然后把它做。它有特别有说明一下，因为古人阿公阿嬷们他们非常的习物嘛。你看它是用那个钉子，是，这个是我以前听说过，这也是我第一次比较注意到。有趣哈，它后面那个补丁这样就明显，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没有注意看到的。那一般碗的那种装饰啊，基本上就反映一个社会文化。像咱这边台湾的碗，你看它的色彩很丰富，很比较鲜艳。啊，日本那边哈就较素雅。啊，日本那边跟我告诉有，日本时代哈，其实进一个伫日本入来的壶啊，叫幼壶啊啦。所以你要看伊这吼做的不同，你要看像这个爱国碗。你就表示讲，伫迄个第2次世界大战那当中，吼，食饭嘛爱国安尼。还有一个盘真趣味，伊就是甲中国的迄个地图拢甲印入盘内底。吃江山。你这样子收集大概多久的时间？大概18年。18年。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起心动念想要收集这个？其实我开这个馆也有一个用意啊，就是说像我们宜兰很多好吃的小吃，但是宜兰会用塑胶碗还是保利龙安尼哈。是。其实一个好的食物哈，它有一个好的餐具啊来搭配，它让它会提升很多。对。虽然讲以前的碗看松松啊，但是你是很耐看。对。今天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要用餐。是，我想介绍一家圆山是非常知名的水炒餐厅。吃水炒，就是前面这一家。这是水炒。对，水炒大餐。对，我觉得画面其实很漂亮啊。对，它的整个设计，所以我今天也拜跟你这样主持之事啊，所以也能够来看一下这家餐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懂了。OK， 你的水草啊，就是拢种伫这个所在这一片。我有种几个所在，这边是我的生态区，农场大概收集了300种左右的水草。啊，你的水草餐厅入菜的有几种？现在这个季节大概是10种左右。10种左右。譬如说像这个睡莲，睡莲。那譬如说我们这阵子这个也用很多。这是什么？可以闻一下。艾草啊？不是艾草，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艾草，这看起来是艾草啊。很像艾草，对不对？对，是。我们这个叫做芦蒿。芦蒿，艾草有毛，这无毛，对，丢。这个叫芦蒿，这个都是芦蒿啊。对，这个是它跟艾草其实一样，都是菊科的。
它可以拿来炒了，不过我们现在都拿来炖鸡汤。这个其实从《红楼梦》里面就有记载哦，真的啊？对，卤蒿，对，《红楼梦》那个丫鬟喜欢吃的东西。哦，好，然后这个芡实也不错。芡实哦，等于是做那个四神汤那种的。没错，叶子皱皱的这个都是。哦，所以远远看我们笨笨的以为是睡莲呢。你们注意看，这个都有很多刺。有，这个刺很坚硬哦。而且哦，它整个叶面、叶背、果实的部分、叶皮全部都是刺。但是那个水鸟敢无把我卡在面顶？你可能也像鬼吧，我这整个就疼啊。它背面很漂亮哦。这样，哎呦。我们知道的芡实就是吃它的种子嘛。对。事实上，它的叶柄比种子还好吃，很脆。可是叶柄上面都是刺哎。那个很容易把它拿掉，那个很容易处理上。哎，这个其实吃这个是吧？对，这个部分拿来炒啊，或是腌制都很好吃。OK， 脆脆的，对不对？对，脆脆的，对，很脆。这边有一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这个是宜兰的原生植物，纯菜，这个叫纯菜。对，那这个听说在日据时代是送到日本，是给日本天皇吃的。真的啊？咱这纯菜是要假叶上，它是吃它的嫩叶。嫩叶有一个胶质包。胶质的嘛，就是这种透明的这种东西嘛哈。您可以摸摸看。我摸摸看了啊。听说它有很多的胶原蛋白跟多糖体，那摸起来就有一种柔柔软滑滑的东西。所以他们有人这样拔起来有没有？就拿来当面膜。哦，对，面膜。哦，可是我是老男人，如果是女孩子，都要多漂亮。对，哇，这叶子好特别，都没有看到叶脉呀。没有爱人打。就这样子直接。真的。直接就敷脸了，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吃的菜，刚刚介绍的会有吃一些嘛哈？会有，我等一下也会再介绍一些其他不一样的。哦，真的。对。来了。哦，最后的晚餐。这个是紫苏番茄，然后这个是樱桃鸭紫苏沙拉。今天的是红花紫苏。OK。好，那请慢用。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的情节有多高超。我说只要20的也要先拍照。哦，这里面那个它就是个水草，这个是紫苏吧？就是紫苏，是紫苏哈。坐在这里。可是中国的讲，它的料理还真的不错哎，中规中矩的，而且这样做番茄弄得很好。这个是水草意面包，里面我放了那个茭白笋跟芋头，这个是。素炒野莲，就是外面很漂亮那个那个睡莲，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然后手吃啊，对不起。是啊。确实不错。淡淡的，但是它是很独特的味道。该有的色香味道还是都表现得非常完整。对。来，我再上一道菜，这个一定是甜香。甜香猪脚。因为看到猪脚就想到甜香。这是大叶甜香去卤的猪脚，我想吃甜香的猪脚，就狗水好嘞哈，狗水我都吃不落啊。你要讲说很好吃，好吃。狗水是视觉，好吃是味觉。很特别的那个卤啊，像我们这种老男人吃太大块的猪脚，真的压力很大。是，刚刚好这样一块小小的就好了。这个是芦蒿鸡汤，打开那个整个香气就。真的，你有闻到？我有看到芦蒿了。有。这个就是芦蒿，吃看看，没有什么味道，大概都味道都已经。它就在汤里面去了。但是它今天整个这样子有层次的把它放在一起，那我觉得教育的功能非常棒，也蛮大的，蛮多的，非常棒的是。好，我们明天要去东山。对，东山。我自己心里有一种压力，因为我觉得圆山会很丰富。OK。但是东山。我只是因为它有一个山字，所以建议说到那里。明天东山到底是怎么样子？我其实有一点紧张。我也知道说明天东山去了放风筝。放风筝，对，除了风筝以外还有什么？那就要问你了，你这次行程。我们猜，老师跟我们猜。站在这个月台上，看着那个清澈的道浪，我突然想起以前在这里搭火车到花莲，曾经有好几个美丽的故事，而且都是跟女生有关的。
今天第2天要来到东山，对，这是我看过全台湾最美丽的车站。我每次来我都很想停下来，多待几分钟。我们昨天去圆山了，因为圆山是在宜兰这边，偏北边，偏西北边的地方。然后东山是在比较南边，那中间有这个东山河、宜兰河啦，都在这里。这样两个对照，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宜兰，然后不同的水系放在不同的农田，对不对？不一样的风物，是不一样的人文，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不一样的浩克漫游，对，太好了。那我们买月台的票去。好。来，一张月台票，你要不要2张了？对不起，2张。但是我只有6块钱，对不起啊，小外谁？我都只想到我自己。它这个是特别设计的，这个只有上午使用，有微波的哦哈。我们就看一下。然后等一下，我拍1张好了。你要不要拍？有卖月台票的，还有哪个地方有？除了猴硐家，猴硐学想要买这些月台票。今晚是猫村啊，可以到下面去走一走啊。走一走再上回去就对了。难怪他卖月台票。我只要看到月台票哈，对不起，我看到火车，我看到火车就像看到你看到寺庙一样，就像看到恋人一样。冬瓜山水稻博物馆，现在下冬瓜山呢，等一下。所以我们就上去了。OK， 快！哎呦，这有火车，对不对？刚好1步又来啊，真的？太好了！哇！这很过瘾啊！对，看着。你要蹲一点点，快点啦！你还有下得那么慢的。刚刚那样走的时候，让我想到柏林。我在柏林搭地铁，就是这样的画面。你说就这样高高的一个架，对。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在一个弧度，然后进来，这个画面是挺美的。它这个地方的架呢，它应该是因为是冬瓜山的原因，然后用一个瓜藤的一个概念所做出来的，对，又做的比较深邃一点，所以那个壮观度又非常的好。普悠玛，传说中的普悠玛，我讲这宜兰的蚕哈，它比较小块，你有注意到它，因为它地小，不像我们在台南看到，哇，要大地。对，一整片哈，这样制高点往下看稻田，还真是漂亮。站在这个月台上，看着那个清澈的稻浪，我突然想起以前在这里搭火车到花莲，曾经有好几个美丽的故事，而且都是跟女生有关的。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一辆车子再进来，我突然非常冲动的坐上去了，跟你说再见，你不要怪我没有跟你在一起录制节目。你要找新的故事去了，当然。风筝也是东山的一个特色。是。咱今天来这东山国小要放风筝，这边的风会特别的适合放风筝吗？不知道，我感觉已经有风了。是。希望今天风筝可以飞到天空去。是。洪先生，听说你是东山乡这个地方的风筝达人，而且我们现在进来的这个风筝馆也跟你有很密切的渊源，可以帮我们做一下向导跟解说一下。好。因为在民国72年的时候呢，东山国小的老师们，他们就创作风筝，然后参加当时有一个中正杯的风筝比赛，这个是冠军的风筝，才有这个风筝馆的产生。对，现在我们这个馆主要是分为4个馆区啊，就是世界各国的风筝，把它摆放在这一馆，也等一贯的对了哈。对，这个龙的话就是很有中国的那个名画的那个风格了。这个龙很有名，它叫百子成龙。就是100个小孩子坐在这个
这一条龙。哦，这样很长哎。我就处理看，这种感觉就非常有意思哈。对，我会最喜欢是那个船，帆船的。哦，帆船的风筝。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啊，中国那一只有没有？那只比较跟我这只一样。就你衣服那只，你一定要人家拍你。你比较像哪一只？你知道吗？你最应该试的是那一只。答对吧？那一只最适合你。它那个很飞啊。可以啊，真的。它是属于气囊式的风筝呢。对。哎呦，刚日本的，这刚日本的，不是，这个也是，就不能讲，这已经是传统的。因为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日本风嘛。那这个太喜欢八卦了，就一定知道是韩国风。对，像菲律宾就喜欢那种怪怪的那种颜色在这边的。什么叫怪怪的？就是那种我们的美学不会把它几个颜色放在一起的颜色的东西叫做怪怪的。是。那美国的主题风筝就是老鹰嘛。对，那颜色也很难看的，就是那种很肤浅的颜色，就是美国啊。说的也是。把美国文化整个彻底的展现出来，毫无美学可言。这个管是风筝的技术管。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你这个厉害。对啊，对，就是根据它风筝的造型，是就把它的立体的3D 的形制把它做出来，这是立体的风筝。这个是没有骨架的，它整片的软充气的，它有做风口，一个风带一个风带，一个风灌进去它就变成一个面，没错，一个面就可以受力就可以提升。这是第4个管，对，这是第4个。然后重点是，这个管呢，它是最珍贵的一个管。因为这个管区都是由东山国小之前参加中正杯全国比赛得到冠军风筝，这是英雄管。对，不过看到这样子在飞哈，我们应该赶快去自己放风筝嘛。可以啊，你们通常都几点放？早上、晚上？早上大概10点过后来放风会比较好一点。对。好，那我们放风筝去吧。哎，有风了，有风了。李老师，你要拼命啊！来。这也有问题。真的难啊，没有风。放。跑，老师你这样跑就对，你跑就对了。好，停了，可以放线了。不行了，我已经自暴自弃了。你帮我一下，可是你救我，救我，我一直都快走了。你觉得你这个放风筝的感觉怎样？有年轻的10岁，那只有小时候才放过了，现在突然年纪一把再来放的时候。有一点点想要拉点东西，这个怪怪的。有骑过脚踏车、电动摩托车，也有走路，也有什么？今天呢是骑着风，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我说跑步，还要跑步，有那个很累，好累，那个很累。我可以接一下吗？接一下。什么味道？啊，很好吃哎！你可以咬二耳草，这个叫二耳草啊，越来越高了。真的、啊？对啊。有啦，起来了，起来啦！二耳草很好吃哈。上去了，我入来入管，然后那嘴巴叼的那个草太帅了。可以给你啊。可以给我说好了。不是要尽力哦。我尽力。不能一直拉，它快掉的时候就会拉。哦。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在吃草？因为放风筝就在草地上，没事就会草就随便抓。没想到小朋友都喜欢吃。对啊，我看整个东山以后这个学校的风气就是说，这个草叫做克香草。对啊，因为我觉得风筝本来就有这种信念，就是这种飞行的自由，然后又站在草地上，对，如果跟草地又再结合起来，会非常好玩啊，不只是放风筝而已。所以整个这次的风筝就是这样子。简单，但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漫游的这个概念。对。等我一下。哎呦，他没看你，你该看你。
来，换你。我不想当伟人，我还不到雕像的年龄。听说这边宜兰有那样特别的房子，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宜兰厝，对不对？对，我一直认为宜兰厝应该是台湾绿建筑的前身。台湾谈到绿建筑，不能把宜兰厝忘掉，尤其在最近雪山隧道开通以后，很多北部人来宜兰购买农地、盖房子。而在这种自然景观正在消失的过程里面，我们更应该重视宜兰厝曾经在过去的年代里面所塑造出来的一种南洋建筑的风格。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啊，推荐啊，是一间宜兰厝。那这间宜兰厝呢，也许我们可以来看。它不像别墅啊，看起来就好看，好像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样的长相哦。是。你说还有趣哈，他就做一个这样子的走廊状，然后对，你可能是要有人行来底，如果这车子嘛，对，车子走的是，窗户好像特别多哈，对，窗户都让它最主要是让它通风了，而且它有大小不一样，就让它就变得很有趣味。你看这大门真的是大气啊。对啊，这个设计师厉害，我觉得屋主应该也很厉害，他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很简约啦，对线条构图都非常的朴实。我们去敲门，我来看看，问一下这个房子。但这六款的它好像宜兰厝都会有这样牌子的样子。等于就是说它的整个建筑物是属于它。对，等一下我可以问里长一下。OK， 我敲门一下，等一下哈。林先生在吗？好。你好，我朋友给介绍来，刘老师嘛，刘老师，你好，来叫林长会使了无？我这问者，我即摆就第一个上好奇吼，这是大家拢有。对，每一间宜兰厝都有。伊是用我一间厝的迄个相片。这特别的哈，我无想过这个代志呢。这边是硬板嘛哈，硬板对，所以变得讲他们就较细哈，这边的蓝的更爽，更爽，伊边阳光较充实。而且看了菜感觉就好啦，完全感觉爽来啊，你感觉看了呢就温暖的。甲迄个厝边头尾的关系真好，拢无计较。对。这张树啊是笔筒树，那你觉得好爽，但是它又不挡阳光，也不挡风，视觉上就好看了。这个位置真是好。这二楼风景更不敢看呢。哇，底下看了呀更漂亮，真是好看。啥一概念100年，那个青菜绿整咖，是。乡村3月的时候，那油准当班来炒两就好食了。乡村豆腐。你是迄阵想要种乡村？对。乡村我有感觉像竹仔嘛，竹仔会足杂的。是。对。所以想要竹仔感觉。竹仔感觉，这我无想到这，真的是不一样。外口经济长那嘛水，清风树啦，清风，我是感觉清风足水的。那还是有浪漫的，连上些枝叶足水的。是。之前总觉得宜兰厝它应该就是古老的砖、黑色的屋瓦或红色的屋瓦，比较简陋的一些房子。但是没想到来这边看到它的设计空间啊，让人生活在这个中间可以享受到周边的环境，而它又不那么突兀。我觉得宜兰厝对我而言是耳目一新，而且觉得如果能够住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真的是太美好了。现在来到那个东山河的上游，东山乡最上面的圆山苗圃，是这个地方，听说过去来讲是个园艺植物栽培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以前来走路过，可是我也没有认真看过苗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很好奇。然后我们现在看远远的那个高出来，那个是黄藤，编织用的黄藤，怕线用黄藤，有那种黄藤的地方又长那么高，比较多一点的，通常会比较原始一些啦。
哎，前面就是苗圃了嘛。对，这是我们的苗圃期。是，那这个苗圃呢，它是长大了之后是要种到别的地方，还是在这个地方？全宜兰县民享有的，每个县民都可以来申请回家栽种。要记得是这几张。这是木油桐。哦，木油桐。桃竹苗地区，4、5月份最流行的广东油桐就对啦。对，那是乌桕吗？对，乌桕。是乌桕，为什么会有这个苗圃？这里的苗圃早期是造林苗圃，所栽种的苗木是提供造林用的，所以有原生种的，也有外来种的，都有，比较多样性的，比较多样性。所以有一些像小花小草的，但也有一些树，对不对？有乔木、灌木、草花都有。哦。这里是那个仁山植物园水土保持户外教室雨水充实的观察区，我们有分成4个区域。对。第一个区域是裸露区，第2个是草类覆盖区，第3是果园加草类覆盖的情形，第4区是原生林，有乔木、灌木还有草类，我们可以看它充实的那个情况，这玻璃有充实的情形。哦，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好，可以。开始下雨，就这样子。下雨啊，真的。这个雨水的声嘛无共款咯，是啊，较森林的声就咚咚咚咚咚咚咚迄种层次的声，这边较无这种层次的声。我如果现在躲到那边去，一定不会淋湿，到这里当然一下就淋湿了。好吧，我再连头刷的面，你那边就是一样。对，我制造声音的效果。这边就已经看到那种小水沟已经慢慢出现了。对，这个没有小水沟，那这个更不用说。这里雨也无算大哦，你若雨大的时阵哦，我那个流下来的速度会更可观。哦，咱来看，你看看那边多少？哇，已经快满了。这边的？对啊，这边大概只有1/4啦。因为它的1/3。它加起这里都没有，这个是500cc，这是30cc，这个大概10cc，啊，这个没有 cc。对，所以这样子的水土保持，真的马上就好有视觉效果，很好看，很有意思，这样一下就解说出来。其实你只要跟他讲说，你叫那个小朋友说啊，你自己大概10秒钟，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结果了。啊，那这很有意思。就偶尔1-2滴。所以山坡地开花破坏，你可以知道有多可怕。是小小一个区域的安尼哈。咱来这的旅游的人哈，大概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在地游客多，还是外地来的游客比较多，当地的游客都是大清早或是下班的时候来爬山运动的居多。啊，那拍婚纱就拢台北来较济啦吼。中南部可能较少呢。在北投也较济。啊对。等我一下。哎呦，咁咪看你，你梗係看你去，你梗係看你，可以看，来换你。我不想当伟人，我还不到雕像的年龄。哇，居高临下，好看。哦，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只会可以看到海面吧？可以看到龟山岛太平洋。哦，龟山岛在远方也看得到。对。哦，所以这是传说中的南洋平原。现在刚好有点阳光，然后打在那个建筑物上，那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比较亮的立体了，云也淡了，蓝色的天也跑出来了。我这一下子而已就已经变化这么多了。然后呢，那边有一个大河流的话，就是东山河了。对，那是东山。所以从这个地方慢慢就流到那边地方，那从那个地方就出海去了。对。也是迄个苏澳的有尾港的所在。嘿。啊，恁遮这个水价叫声啦，但是这几声。弄迄个竹班花啊，甲迄个蟾蜍这种声哈。伊较早来上班。哦。所以你意思讲嘛，甲暗时阵声都无共款啦，对不对？较晚我较老点。哦，这个厝吼，十当前吼无遐尼济呢。迄个田内底一点的吼，以前应该无遐尼。拢绿油油一片。对啊，绿油，这样变足济啊。台北市的后花园。真是伤心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点的小镇的旅行，对，你会看到这个小镇的过去历史跟未来怎么发展。可是当2个小镇一对照，那撞击出来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对，
你如果今天只是去圆山，它里面有东山对照，你就对照不出圆山跟东山的差异性，或者是非常大的差异。其实也都是2座山啊，可是我觉得里面的景观跟里面的人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就不太一样了。我直觉，或者一种敏感，就是这个圆山比较有一种台北的氛围，然后东山又有一种南部的氛围，西南西北，我觉得有这种差异。等于是，其实台湾非常的大，但是也非常的小。对，我觉得2天1夜这样的小旅行是应该静下来，然后呢，选择2个可以对比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多深邃的好玩的东西。这是2.0，不是2.0啊，是王哥、柳哥游台湾2.0版的浩克漫游之旅。我问你，是那下一次我们去哪里？台东。顺时钟绕台湾，对，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台东另外一个太平洋的一个壮阔，跟那边的纵谷的一个优美。既要吃肉包，也要吃汉堡。这个好主意，好主意。